的45度角是内45度。好像不是很好，都没有撕下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icia。我今天想要在家里面加个线板，在英文是叫 wall paneling。然后我会想加线板，是因为我们家的墙壁都非常的朴实无华，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家徒四壁的感觉，所以我想要先在这边试验做一个线板，看会不会有一种变高级的感觉。我列出了几项，如果你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做 wall paneling 的话，会需要的东西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下来。在澳洲，只要有动到人工不管是水管请他来看东西电怎么样labor fee 都是好几百块起跳。然后我们在我们的 studio 装了一个厨房。我们去 IKEA 买厨具的时候，大概2500澳币左右，但是我们光请人来安装，他们就收了2000块，所以 labor fee 其实跟那些东西的费用几乎是要一样了，非常可观的。所以我就想要先自己来试试看。我的第一个 project 就是 wall paneling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步骤是画图，根据你们家墙壁的大小、宽度去做一个丈量。那你量完尺寸之后呢，你再决定你是想要放几个框框。那你的框框呢，你是想要长方形还是正方形？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设计。设计好了之后呢，我会做一个模拟图。那我自己是用 Adobe 的 Photoshop。如果你没有修图软体，你可以在线上使用免费的 Canva。我使用的水平测量仪器是镭射的，打开，就会有线。不管你怎么倾斜，里面就有一个重力的东西，它会抓那个地心引力，保持绝对的直角。线板的部分我是想要把它漆成白色的，所以我使用纸胶带作为一个分隔线。因为我的墙壁是整面灰色，放纸胶带以防漆到该漆或不想漆的地方。现在要买这个是做中间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9块，这个no， 这个。今天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就是我们昨天涂的油漆已经干了。线也画好了。我们是自己买一些木条，所以要割，很努力的割。割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的45度角是内45度角还是外45度角，因为如果你割错的话，它是完全拼不上的，那块木就浪费掉了。锯完这些之后呢，我真的会好好学怎么用 circle saw， 就是电锯。等到全部割完之后呢，你还要用 sandpaper 去磨所有的边边角角。我们终于把所有的 panel 都切完了，当当，手切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黏了。看起来很正常，结果一近看，天哪！
站着真的看不太出来哎。可能因为有 shadow， 所以站着看不太出来，但是这个角度就很明显的坏了。现在时间来到了隔天一早，大概过了8到9个小时，然后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盖，就是很多缝隙，这里都要补起来，像这些小洞，我们就要用 gut filler 把它补一下。就看起来还蛮一体成型的，可是这个之后要再 sand。现在时间来到了第3天，可以看一下这个 gut filler 已经干了。gut filler 的地方啊，就是补土的地方，可能会有一点不平，所以我们就要抹一下。这些角我都已经抹过了。之后呢，终于可以把马斯给抬起来。哇，好像不是很好，这个胶没有撕下来，太厚了耶，这个要剪。涂太厚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很细很细一条，你看到吗？简直要疯了，要不要平一点？So this is the final look。在这边呢，狗洞我们有留着，因为不知道以后要不要养狗。这边有插头，都有留着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花了5天的时间，一天大概是4个小时，就是用零零碎碎的时间。然后我们总共花了400块左右，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家里本身就有的，像是我们白色的油漆啊、纸胶带啊，这些我们家就有。那其他我购买的工具呢，我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，在 Bunnings 都买得到哦。然后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我会特别注意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油漆，因为我偷懒，我在涂这个边框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整面墙都漆，我就涂了这个边框，所以颜色有一点不均匀。那第2件事情就是我在撕纸胶带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先用美工刀画一个笔直的线，所以导致撕的时候非常难。那又或者是说，有人建议是在还没有油漆全干的时候撕下来，或许就不会像我撕的这么惨烈了。那最后的成品呢，其实我还是蛮满意的，因为就很像小时候在做劳作的时候拼拼贴贴，这个也是一样剪剪贴贴，只是东西比较大型而已。我觉得一般人呢还是可以试一下的，虽然说不会像装潢师傅一样就是做的这么完美无瑕，但是呢我就是喜欢这种 DIY
DIY 的东西，就是要有一些不完美，这样才可以感觉到我们用心过的痕迹。如果大家对这支影片有什么疑惑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